慈善晚宴上，我当众长乖小三，总裁老公却把我拖出去推进湖里。小三在我落水时得意的笑，还嚣张的朝我吐口水。他不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他和我那位高高在上的总裁老公会跪在我面前求我放过他们。我是沈家唯一的千金，嫁给他时带去了整个商业帝国。他以为我温柔可欺，以为我会像从前那样忍气吞声。可他忘了，我能让他坐上云端，也能让他坠入深渊。冰冷的湖水漫过头顶的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这场婚姻该收场了。我叫沈渊，江城沈家的独女。3年前我嫁给陆景琛的时候，整个江城商圈都在说，这是沈家高攀了。陆氏集团如日中天，陆景琛又是圈子里出了名的青年才俊，人人都说我命好，嫁了个又有钱又帅的老公。只有我知道，陆氏当年资金链断裂，是我爸拿出了沈家一半的家底替他填的窟窿。陆景琛跪在我爸面前发誓，说这辈子都不会辜负我，说会把沈渊捧在手心里疼。他确实捧了整整3年，捧得所有人都羡慕我，捧得连我自己都差点信了。直到3个月前，我发现他衬衫领口上有一枚浅粉色的唇印。我用的口红从来都是正红色，那枚浅粉色的印记像一根针，轻轻扎进我心脏最柔软的地方。陆景琛解释说，那是应酬时不小心蹭到的，语气平静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看着他俊朗的侧脸，忽然觉得有些陌生。我没闹，沈家的家教不允许我像个泼妇一样歇斯底里。我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我让我的助理张姐去查。张姐跟了我7年，办事从来利落。3天之后，她把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我桌上，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我拆开袋子，里面是照片、通话记录、酒店入住登记，还有几段视频。照片上的女人挽着陆景琛的手臂，笑得温柔缱绻。他们一起出入高档餐厅，一起去私人会所，一起在深夜走进同一家酒店，凌晨才先后离开。她叫苏念，26岁，是陆景琛的私人助理，进公司刚满1年。可笑的是，苏念的职位还是我帮她安排的。她是我大学室友的表妹，去年找到我说毕业后找工作难，想在陆氏谋个职位。我当时看她乖巧懂事，二话不说就安排她做了陆景琛的秘书处文员，后来陆景琛把她提拔成了私人助理。我甚至还请她来家里吃过几顿饭，她每次都甜甜的叫我沈渊姐，夸我气质好，命好，说全江城找不出比我更幸福的女人。张姐把袋子里最后一样东西推到我面前，是一张医院 B 超单，病人姓名栏里写着苏念，超声提示栏里写着宫内早孕，约8周，日期是3天前。我看着那张薄薄的单子，手指不自觉地收紧，纸张边缘被我捏出了褶皱。8周，2个月。2个月前，陆景琛刚好出差去了海城，我后来查过他的行程，那趟所谓的商务考察，苏念也在同行名单上。我放下 B 超单，对张姐说，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张姐犹豫了一下，轻声说，沈总，您打算怎么办？我会处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大概是痛到了极致，反而感受不到痛了。张姐出去之后，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从下午坐到了天黑。窗外的高楼亮起万家灯火，我想起3年前陆景琛娶我的那个夜晚，满城烟花，他站在婚车前，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沈渊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我当时穿着定制的婚纱，笑得像个傻子。原来珍贵的东西，保质期也不过3年。我没有立刻摊牌，沈家的女儿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我花了2个月时间，一点一点把沈家当初注入陆氏的资金流向查清楚，把我爸当年签的股权代持协议找出来，把陆景琛这2年偷偷转移的婚内财产一笔一笔理明白。我甚至找到了苏念入职时填的背景调查表，上面赫然写着她的前男友是陆景琛的大学室友，也就是说，苏念进陆氏
从一开始就是陆景琛安排好的。什么大学室友的表妹，什么找工作难，全是做给我看的戏。所有的证据整理好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在今年的江城慈善晚宴上把这对狗男女的脸皮当众撕下来。慈善晚宴是江城商界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社交场合，届时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到场，媒体也会全程报道。在这个舞台上揭穿他们，就等于在整个江城面前揭穿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天晚上，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爸沈怀远，沈氏集团的创始人，3年前把一半家底交给陆景琛之后，就带着我妈去瑞士常住了。我很少给他打电话诉苦，但他接通电话的第一句就问：闺女，是不是受委屈了？我忍了2个月的眼泪，差点在那一声里决堤。我深吸一口气，把烟往烟灰缸里弹了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爸，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您，当年您给陆景琛签的那份股权代持协议，原件还在您那儿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爸是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10年的老江湖，我这句话一问出口，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在，他说，声音沉了下来，原件一直在我瑞士银行的保险柜里。渊渊，你想做什么？我想离婚。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很久，我以为他会劝我三思，毕竟沈家和陆家的商业绑定太深，一旦撕破脸，两边都会伤筋动骨。但我爸只说了一句话：放手去做。天塌下来，爸给你顶着。我攥着手机，眼泪无声的滑下来，但嘴角却弯了起来。是啊，我是沈怀远的女儿，沈家偌大的家业是我爸白手起家打下来的，陆景琛算什么东西？他现在的风光，有一半是踩在沈家的肩膀上才够到的。我能让他站上去，也能把梯子抽掉，让他摔个头破血流。慈善晚宴定在11月18号，江城国际会展中心。陆景琛提前1周就让助理把请柬送到了我手上，烫金的字体印着诚邀陆景琛先生携夫人沈渊女士光临，看起来体面又隆重。我拿着请柬翻来覆去看了2遍，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往年请柬上的称呼都是陆景琛先生及夫人，今年改成了携夫人。区区2个字的改动，把我的名字单独列了出来。当时我没多想，以为只是主办方换了文案。后来我才知道，这2个字的改动是苏念的主意。他当时已经是晚宴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仗着和主办方的关系，特意把称呼改了，为的是给今天晚上的惊喜做铺垫。但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11月18号，我要在那场盛大的晚宴上送陆景琛一份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大礼。11月18号下午4点，我站在衣帽间的落地镜前，最后打量了自己一眼。我穿了一条暗红色的丝绒长裙，一字肩的设计露出精致的锁骨，腰线收得极窄，裙摆垂到脚踝，侧面开了一条恰到好处的叉，走路时若隐若现的露出一截小腿。这条裙子是我1个月前特意飞去米兰定制的，颜色不是那种张扬的正红，而是偏深的暗红，像是凝固的血，沉稳又危险。发型师把我的长发盘成了一个低发髻，露出修长的脖梗和一对珍珠耳坠。那对珍珠是我妈留给我的嫁妆，每一颗都有拇指肚大小，光泽温润，价值不菲。我平时很少戴，但今天特意戴上了，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沈家的女儿从骨子里就是高贵的。陆景琛敲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戴手链，他从背后揽住我的腰，下巴搁在我肩膀上，看着镜子里的我们，语气带着他惯常的温和：今天怎么戴这套珍珠了？好久没见你戴过了。镜子里，他穿了一身深灰色的定制西装，白衬衫配暗纹领带，宽肩窄腰，眉目俊朗。不得不承认，陆景琛确实生了一副好皮囊。32岁的男人，保养得比20多岁的小伙子还精致，一笑起来眼尾微微上挑，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和侵略性。当年我就是被这张脸迷住的，以为他眼里的深情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
心血来潮，我淡淡的说，把手链扣好，轻轻拨开他的手，时间差不多了，走吧。他没有察觉到我的冷淡，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他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带，随口说了一句，对了，苏念今天也在。他最近加班辛苦了，我带他来晚宴放松一下。我的手指顿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的从化妆台上拿起手包。他居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告诉我，他要带着小三参加晚宴，而我这个正牌妻子也要在场。他是真的觉得我蠢到看不出来，还是根本不在乎我看不看得出？好啊，我笑了笑，人多热闹。陆景琛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我的反应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但他没有多想，转身朝门外走去。我跟在他身后，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每一步都像在为这段婚姻敲响丧钟。司机老陈把我们送到会展中心门口时，天已经黑了。11月末的江城入了夜就冷，夜风裹着江水的湿气扑面而来，带着初冬特有的凛冽。陆景琛先下车，然后回头朝我伸出手。我搭上他的手，指尖触碰到他掌心的温度，心里想的是3个月前他衬衫上那枚浅粉色的唇印，苏念的唇印。会展中心门口铺着长长的红毯，两侧是举着相机的媒体记者。闪光灯噼里啪啦的亮起来，陆景琛立刻调整好姿态，温和的揽住我的腰，对着镜头露出无可挑剔的微笑。我站在他身边，下巴微抬，也露出了一个得体的笑容。我们看起来真是一对完美的夫妻，郎才女貌，相敬如宾，是所有人口中天造地设的一对。我心里冷笑了一声，心想，是啊，戏演了3年，今天该散场了。晚宴设在会展中心3楼的主宴会厅。我和陆景琛走进去的时候，厅里已经宾客云集，觥筹交错。巨大的水晶吊灯从穹顶上垂下来，折射出璀璨的光芒，照亮了满厅的锦衣华服。服务生端着香槟穿梭在人群中，乐队在角落里演奏着舒缓的爵士乐，空气里弥漫着香水、红酒和金钱的气味。我扫了一圈，在人群中看到了不少熟面孔。江城市商会的会长周正明，他正端着酒杯和几位老总聊天，看到我和陆景琛进来，远远朝我们举了举杯。还有陆景琛的几个生意伙伴，看到他立刻迎了上来，嘴里说着客套话，眼神却不住地往我身上瞟。陆总，陆夫人今天真是光彩照人啊。说话的是恒远地产的李总，他身边站着一个穿旗袍的年轻女人，是他新娶的第3任妻子。我礼貌地笑着回应，心想这屋子里不知道藏着多少像苏念一样的角色，只是有人藏得深，有人懒得藏。我没有看到苏念，但我知道他一定在，因为就在我和陆景琛走进宴会厅后不久，一个身穿香槟色鱼尾裙的女人从侧门款款走了进来。她梳着精致的波浪卷发，妆容清淡却不失精致，鱼尾裙紧紧包裹着她的身体，勾勒出纤细的腰肢和盈盈一握的曲线。裙子的颜色和剪裁都恰到好处，低调又不失存在感，在这个场合里既不喧宾夺主，又足够吸引眼球。苏念，她今天确实精心打扮过，看得出来花了不少心思。她走进来的时候，我注意到陆景琛的目光不自觉地朝他那边飘了一下，虽然只有0点几秒，但我捕捉到了，那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带着一种隐秘的占有欲和得意，跟我看过无数次的他看合作伙伴的眼神完全不同。苏念也看到了我们，他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个温柔乖巧的笑容，端着一杯香槟朝我们走过来。他走到陆景琛面前，微微欠了欠身，姿态恭敬又不失亲近，陆总好。然后他转向我，笑容更甜了几分，声音柔软的像含了一颗糖，沈渊姐，你今天好漂亮啊，这条裙子太衬你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弯成了月牙，语气真诚的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如果不是我已经知道了一切，我大概还会像从前一样，觉得这姑娘乖巧懂事，真心喜欢她。谢谢，我笑着说，
你今天也很漂亮，这条裙子很适合你。我故意顿了顿，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1秒，补充道，很显身材。苏念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低头说了声谢谢沈渊姐夸奖。陆景琛站在一旁，表情管理做得滴水不漏，甚至还笑着拍了拍苏念的肩说，小苏最近确实辛苦了，今天好好放松一下。我看着他们这副一唱一和的模样，胃里翻涌起一阵恶心，但我脸上的笑容纹丝不动。3年的婚姻教会了我一件事，在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输人不输阵，谁先失态谁就输了。晚宴正式开始后，流程按部就班的进行。开场致辞、慈善项目介绍、第1轮拍卖，一切都规规矩矩，没什么特别之处。我坐在陆景琛身边，面上含笑，偶尔和他低声交谈几句，看起来和往常一样。但我的手一直在手包里摸索着一个小小的东西，一枚 U 盘，里面装着张姐花了3个月搜集的全部证据。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今晚的主办方安排了媒体专访环节，晚宴结束后会有几家主流媒体对重要嘉宾进行采访。陆景琛作为陆氏集团的总裁，自然在受访名单上。我的计划是在媒体专访的时候走上台，当众宣布和陆景琛离婚，然后把证据公之于众。沈家的女儿做事要有分寸，私下闹和公开揭穿是两回事。我不想像个怨妇一样在宴会上大吵大闹，我要的是站在聚光灯下，冷静地、体面地把陆景琛的伪装一层一层剥下来，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真面目。但我没算到的是，苏念比我更没有耐心。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第2轮拍卖结束，主持人宣布进入自由交流环节。宾客们纷纷起身走动，陆景琛被周正明拉去谈事情，我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端着一杯红酒慢慢喝着。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粉色礼裙的年轻女人走到我面前。陆夫人，方便借一步说话吗？我抬起头，认出了她。她叫林月，是苏念的闺蜜，也是江城一个小广告公司的老板，今晚不知怎么也混进了这个级别的晚宴。她脸上挂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手里端着一杯香槟，指甲涂成了和苏念同款的裸粉色。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我没起身，语气不冷不热。林月也不在意，直接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她靠近我，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的甜腻。陆夫人，我就是觉得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作为女人，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我心里咯噔一下，隐约猜到了她要说什么，但我没有打断她，只是静静的等着，等她把这出戏演完。陆总在外面，有人了。林月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的脸，像是迫不及待的要捕捉我崩溃的表情。那个女人还怀孕了，陆总打算跟你离婚，娶她过门。她的话音刚落，我就注意到不远处有几个人在偷偷朝这边张望。苏念不在那群人里，但我可以肯定，她一定藏在某个角落里，等着看我的反应。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戏码，他们等不及要逼我主动退场了。我沉默了2秒，然后轻轻笑了一声。林月愣住了，她显然没有预料到我的反应会是笑。她瞪大了眼睛，有些结巴的追问，你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我知道是真的。我放下酒杯，站起身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不大，却清晰有力。但是这种事情轮不到你来告诉我。我的声音不大不小，但在这个宴会厅里，安静的时候足够让附近的几个人听清楚。周围的窃窃私语声骤然停止，几道惊愕的目光朝我们投来。林月的脸色变了，她大概没想到我会直接承认，更没想到我会用这种态度回应。让苏念自己来跟我说。我理了理裙摆，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让她当着我老公的面把林小姐刚才说的话重新说一遍。说完，我端起酒杯，越过林月，径直朝宴会厅中央走去。我的高跟鞋踩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每一步都稳而有力。
周围的人纷纷给我让出一条路，目光里带着好奇、同情和看好戏的期待。我知道林月刚才那番话已经像一颗石子投进了这潭死水里，涟漪正在迅速扩散。我走到宴会厅中央的喷泉池旁，那里是整个大厅最显眼的位置。陆景琛正站在池边和周正明说话，看到我走过来，眼里闪过一丝意外。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问，宴会厅侧门就被推开了，苏念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时机选得真好，他红着眼眶，像是刚哭过，香槟色的鱼尾裙裙摆上沾了几滴水渍，看起来楚楚可怜。他穿过人群，直直地朝我走过来，所过之处所有人都安静了，目光齐刷刷地追随着他的身影。沈渊姐，他走到我面前，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声音哽咽，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不该喜欢上景琛，可是感情的事情我真的控制不了。他哭得梨花带雨，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所有人都听清楚。宴会场内瞬间炸了锅，宾客们交头接耳，有人倒吸凉气，有人掏出手机录像。周正明脸色一变，后退了2步，显然不想被卷入这场闹剧。陆景琛的脸色也变了，他快步走过来，伸手想拉住苏念，但苏念灵巧的侧身一躲，继续对着我哭诉：沈渊姐，我对不起你，你骂我打我都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求你成全我和景琛吧。成全这个词像一根引信，点燃了我胸腔里压抑了3个月的怒火。我面无表情的听他哭完最后一个字，然后抬起手，右手扬起，干脆利落的一掌狠狠地扇在了他白皙的左脸上。清脆的巴掌声在宴会厅里炸开，响亮的像放了一个炮仗。苏念尖叫一声，身体踉跄了2步，香槟杯从他手里飞出去，摔在大理石地面上，碎成无数片。他捂着脸，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他大概从来没想过，温温柔柔的沈渊会当众动手。全场哗然，有人惊呼，有人倒吸凉气，更多的人举起了手机。我听到有人在喊快拍快拍，闪光灯噼里啪啦的亮成一片。林月尖叫着冲过来扶住苏念，嘴里喊着你怎么打人。我还没来得及说第2句话，一只强有力的手就钳住了我的手腕。陆景琛，他的手指像铁钳一样箍着我的手腕，力道大的我几乎能听到骨头咯吱作响。我转过头，对上了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3年来，我从没见过他这副表情，平日里温文尔雅的面具被撕得粉碎，露出底下狰狞的、丑陋的真相。他的眼睛里烧着2团火，嘴唇抿成一条线，下颌肌肉紧绷得像石头。沈渊，你在干什么？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声音低沉，却充满了压制不住的暴怒。你疯了吗？我疯了。我挣了一下手腕，没挣开，冷笑着回视他。陆景琛，你问问你自己，是谁疯了？你在外面养小三搞大了肚子，你老婆打他一巴掌怎么了？你要是觉得冤枉，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苏念肚子里那个孩子不是你的，你说啊？陆景琛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嘴唇张了张，却没有发出声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不敢否认，因为一旦否认，苏念就会变成诬陷他的疯女人，而一旦被证实他撒谎，那就不只是婚外情的问题了，他的商业信誉也会跟着崩塌。可他也不敢承认，承认了就坐实了他出轨的事实。他陷入了两难，而我就是要把他架在这个两难的位置上，让他进退不得。但我低估了他的无耻程度。陆景琛选择了第3种做法，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抓住我的胳膊，粗暴地把我往宴会厅外拖。他的力气大得惊人，我穿着高跟鞋根本站不稳，被他拽得踉踉跄跄地往外走。周围有人想拦，但被他一个眼神逼退了。陆景琛毕竟是陆氏集团的总裁，在场的人多少都要给他几分面子。陆景琛，你放手！我挣扎着，手包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我回头看到苏念捂着被我扇红的左脸，
站在人群中，嘴角微微翘了起来。他在笑。那个被我扇了一巴掌的女人，在所有人都忙着惊呼和拍照的时候，偷偷地得意地笑了。她的眼神越过人群，落在我身上，带着一种胜利者的骄傲和蔑视。那眼神分明在说，你打了我一巴掌又怎样？你的男人还不是站在我这边，像拖一条狗一样把你拖出去。那一刻，我才真正看清了这个女人的真面目。什么乖巧懂事，什么对不起沈渊姐，全是演出来的。她从踏进陆氏的第一天起，目标就是取代我，而我像傻子一样把她当成了需要帮助的小妹妹，亲手把她送到了我丈夫身边。陆景琛把我拖出宴会厅，沿着走廊一路拖到了会展中心后面的人工湖边。这条走廊铺着灰色的大理石，两侧是落地的玻璃窗，窗外是夜色中的湖面，灯光倒映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金光。我被他拽着跌跌撞撞的往前走，脚踝在高跟鞋里崴了好几次，疼得我倒吸凉气。他不管不顾，手指死死地钳着我的胳膊，指甲几乎要掐进肉里。我甚至能感觉到皮肤被他的指甲划破的刺痛，温热的液体顺着小臂往下淌。身后的宴会厅里传来嘈杂的人声，有人追出来想拦，但被会展中心的保安挡住了。我不知道这些保安是谁安排的，但他们拦住了所有人，唯独没有拦陆景琛。陆景琛，你放手！我拼命挣扎，另一只手去掰他的手指，但男人的力量悬殊太大，我的手在他铁钳般的抓握下毫无作用。你弄疼我了。他终于停下了脚步。我们已经到了湖边，11月的夜风从湖面上刮过来，冷得刺骨，像无数根细密的针扎在裸露的皮肤上。湖边的观景平台上没有别人，只有远处的路灯投下昏黄的光，照在他扭曲的脸上，明暗交错，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他终于松开了我的胳膊，但还没等我站稳，他抬手就推了我一把。我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后背撞上了湖边的石栏，脊椎骨传来一阵钝痛。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对我动手。3年来，他连大声对我说话都没有过，今天居然当着整个江城上流社会的面把我拖出来，还动手推我。我的后脑勺撞在了石栏上，眼前一阵发黑，天旋地转。沈渊，他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你毁了陆氏的形象，毁了我的声誉，毁了这个晚宴。你以为你打苏念一巴掌就解气了？你他妈有没有脑子？我捂着后脑勺，疼得眼泪直冒。他蹲下来，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眶通红，里面布满了血丝，看起来像一头失控的野兽。他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人的口吻，一字一顿地说，你给我听好了，苏念怀了我的孩子，我打算娶她。你识相的话，回去乖乖签离婚协议，我可以给你一笔钱，让你体面的离开。但如果你再敢碰她一根手指头……他突然凑近我耳边，温热的呼吸喷在我耳廓上，像一条毒蛇吐着信子。他的声音压到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温柔的让人毛骨悚然，却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你信不信我让你永远待在湖底，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我的瞳孔骤然收缩，寒意从脊梁骨窜上来，几乎要将我整个人冻住。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轻得像在说一句情话，但眼神里的狠厉是真的。我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我同床共枕3年的丈夫，他不仅背叛了我，他甚至可能真的想过要我的命。这3年来，我认识的那个温文尔雅的陆景琛，到底是真实存在过的，还是一直都是一场精心伪装的骗局？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高跟鞋踩在石板上的声音，由远及近，停在我身后不远处。我转过头，看到苏念站在几米外，手里端着一杯重新倒上的香槟。宴会厅里的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给他镶上了一圈金边。他的左脸还红肿着，上面清晰地印着我的掌印，但他脸上的表情已经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得意。
那是一种捕猎者看着猎物垂死挣扎的眼神，冰冷、残忍、志得意满。景琛，他的声音软软的，像是在撒娇，但语气里的得意根本藏不住。你别生气嘛，沈渊姐她只是一时冲动。她走过来，绕过我，自然而然地挽住了陆景琛的手臂。那动作熟练的像是做了千百次，每一个角度都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他的占有权。陆景琛松开我的下巴，站起身来，顺势把苏念搂进怀里。他的手揽着他的腰，动作自然又亲密，像是这个动作已经重复过无数次。他们并肩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半跪在地上的我，姿态亲昵的刺眼。我看着这一幕，胸口像被人狠狠揍了一拳。3年来，陆景琛从没有用那种姿态揽过我的腰，他对我永远是绅士的、礼貌的、相敬如宾的，像一个完美的丈夫模板，却从来没有这种自然而然的亲密。原来他不是不会，他只是不想。苏念低头看着我，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他的目光从我散乱的发髻滑到我崴伤的脚踝，再滑到小臂上被陆景琛指甲划出的血痕，眼神里的满足感几乎要溢出来。他举起酒杯，慢悠悠地抿了一口香槟，姿态优雅而从容，像一个真正的陆夫人。沈渊姐，他轻声说，声音温柔的让人头皮发麻。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感情这种事情真的勉强不来。景琛他不爱你了，你何必这么执着呢？闹成这样，对大家都不好，你说是不是？他说着，往前迈了一步，低头凑近我，把声音压到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的程度。他身上的香水味钻进我的鼻腔，是迪奥的花样甜心，甜腻的让人反胃。谢谢你这3年的照顾，他用气声说，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扎进我的耳朵里。陆太太的位置，我替你做了。说完，他直起身，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侧过头，不轻不重地朝我吐了一口口水。温热的液体落在我手背上，我低头看了看，又抬起头看着他。月光下，苏念的脸美得惊人，但那笑容底下的恶意也浓得惊人。她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在我面前演了1年的乖巧妹妹，在陆景琛面前演了1年的温柔情人，今天终于舍得把面具摘下来了。陆景琛站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他没有阻止苏念朝我吐口水，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像是在看一件碍事的旧家具，充满了不耐烦和厌弃，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或犹豫。走吧，他对苏念说，语气温柔，像是刚才威胁要把我沉糊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他。他揽着苏念的腰，转身往回走。苏念依偎在他怀里，高跟鞋踩在青石板路上，咔嗒咔嗒的响。走出去几步之后，他回过头，朝我嫣然一笑。月光照亮了他半边脸，他嘴唇微动，无声地对我说了2个字：垃圾。我跪坐在冰冷的石板上，看着他们相拥的背影渐渐远去。脚踝传来的剧痛让我几乎站不起来，后脑勺撞在石栏上的地方也在一阵一阵的抽痛。湖面上吹来的风裹着湿冷的水汽，吹透了我的丝绒长裙，寒意从皮肤渗进骨子里。散乱的发丝被风吹到脸上，我伸手把它们拨开，指尖触到眼角的一抹湿润，不知道是腾出的眼泪还是被风吹出来的。我沈渊活了27年，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沈家的独女，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千金大小姐，嫁给陆景琛的时候10里红妆轰动全城，多少人羡慕我嫁得好。现在我的丈夫为了一个小三，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拖出宴会厅，推倒在湖边，而那个女人当着我丈夫的面朝我吐口水，叫我垃圾。3年婚姻换来的就是这个。我咬了咬牙，手掌撑着地面，忍着剧痛慢慢地站了起来。崴伤的左脚几乎不能沾地，每用力一下就疼得我冷汗直冒。我弯腰脱下高跟鞋，一只一只地拎在手里，赤着脚站在冰冷的石板上。湖边的夜风一阵紧似一阵，吹得裙摆猎猎作响，像一面破碎的旗帜。
远处宴会厅里的灯光依然璀璨，音乐声隐隐约约地飘过来，夹杂着人群的喧嚣和笑声。没有人追出来看我怎么样了，没有人关心那个被丈夫拖出去的沈家千金是否还好。那些几分钟前还对我举杯微笑的人，此刻大概正围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今晚的精彩戏码。我转过头看了一眼宴会厅的方向，暖黄色的光从落地窗里倾泻出来，照亮了湖边的一片区域。在那里，我看到一个身影一闪而过，躲到了一棵大树后面。那个人穿着一身黑色西装，身形有些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似乎在暗处观察着我，但当我看向他的时候，他立刻缩回了树后。我没有精力去深究一个偷窥者，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回到我的地盘，启动我准备了2个月的计划。我一瘸一拐地走到路边，从手包里摸出手机。手机屏幕上没有新消息，没有人关心我去了哪里，陆景琛甚至连一条假惺惺的你没事吧都没发。我点进通讯录，给张姐打了个电话。张姐，我的声音因为寒冷和疼痛有些发抖，但语气很稳，我在会展中心后面的人工湖边，来接我。沈总，张姐的声音里带着惊愕和担忧，发生什么事了？您怎么在那里？新闻上。先来接我。我打断他，不想在电话里多说。挂了电话，我裹紧身上的丝绒长裙，站在路灯下等着。11月的江城的夜晚冷得像刀子，赤脚踩在石板上的感觉已经从一开始的刺痛变成了麻木。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脚趾冻得发红，脚底有几道被石子划破的小口子，渗出的血已经凝固了。这双脚3年前穿着定制的水晶鞋走进婚姻的殿堂，3年后赤着脚被人从宴会厅里赶出来，多讽刺啊！20分钟后，一辆黑色的迈巴赫无声地滑到我面前，车门打开，张姐从后座跳下来，看到我的样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她快步走过来扶住我，嘴里连珠炮似的问：沈总，您怎么了？您的鞋呢？脚怎么肿成这样？胳膊上的血是怎么回事？没事，先上车。我被他扶进后座，皮座椅的暖气让我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温度。张姐从后备箱拿出一条毯子裹在我身上，又拧开一瓶温水递给我。她的眼眶有点红，大概已经在新闻上看到了晚宴发生的事情。车开动之后，张姐小心翼翼地开口：沈总，网上的新闻。我知道，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全江城都看到了。张姐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陆总那边没有任何声明，但是有人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视频，是您打苏小姐那一巴掌的片段，已经上了热搜。评论里有些话不太好听。发给我看。张姐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机递给了我。我点开那条视频，是从侧面的角度偷拍的，画面里我扬起手，干脆利落地扇在苏念脸上。视频没有前后文，只有这一个片段，配上了一个耸动的标题：震惊，陆氏集团总裁夫人当众掌掴无辜女助理，原配打小三现场曝光。我往下翻评论区，热门第一条是：这原配也太泼辣了吧，怪不得老公不要她。底下几千个赞。第二条，听说被打的是陆总的助理，人家只是工作关系，这原配疑心病也太重了。第三条更恶毒，沈渊嫁给陆景琛本来就是高攀，人家陆总年轻有为，他除了有个好爹还有什么？现在老公在外面找真爱，他受不了了就开始撒泼。我面无表情的看完，把手机还给张姐。这些评论一看就是水军的手笔，话术统一，角度一致，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操作舆论。至于是谁，不用想也知道。查一下这些水军账号的来源，我说保存证据。已经在查了。张姐说还有一件事，陆总刚才给我的工作邮箱发了一封邮件，让我明天上午把您的私人用品从陆家别墅搬出去。他说如果您明晚之前不签离婚协议，
他就找人把您的东西扔到大街上。我的手猛地攥紧了毯子边缘。好一个陆景琛！宴会上的事还没过2个小时，他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布置善后工作了。先是舆论控制，再是扫地出门，每一步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他大概以为我沈渊被人当众羞辱，被丈夫推下湖之后会羞愧难当，会哭着签下离婚协议，拿着他施舍的一笔钱灰溜溜的消失。他错了，他忘了一件事，沈家不是普通的有钱人家，沈怀远的女儿不是好欺负的。他能在3年内把陆氏做大做强，靠的是沈家的资金和资源。而我作为沈家唯一的继承人，在嫁给他之前就已经是沈氏集团持股 30% 的股东。他以为我是依附在他身上的菟丝花，殊不知我才是他脚下那块地的真正主人。张姐，我睁开眼睛，语气恢复了平静，不用等到明天了，今晚就行动，按我们之前商量好的来。张姐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亮光。她跟了我7年，太了解我了。当我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意味着有人要倒大霉了。明白，她说。迈巴赫没有开往陆家别墅，而是掉头驶向了江城 CBD 的方向。那里有一栋叫沈氏中心的写字楼，42层，是沈家产业的核心。顶楼有一间常年为我保留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台不联网的电脑，存着我准备了2个月的全部资料。车子穿过江城繁华的街道，霓虹灯的光从车窗外掠过，明灭不定地照在我脸上。我低头看了看手腕上被陆景琛掐出的淤青，紫红色的指印清晰地印在皮肤上，像一枚耻辱的烙印。我又想起苏念朝我吐口水时那个得意的笑容，想起他无声地叫我垃圾时的口型。这2个人，一个用暴力践踏我的尊严，一个用羞辱践踏我的骄傲。我从手包里摸出手机，打开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备注为赵叔的联系人。赵叔全名叫赵振国，是我爸的老部下，现在是沈氏集团的法务总监，在江城法律界摸爬滚打了30年，人脉深厚，手段老辣。3年前我爸去瑞士之前，特意把他留给了我，说他是可以绝对信任的人。我拨通了电话。渊渊，赵振国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丝意外，这么晚了，什么事？我看到新闻了，你还好吗？赵叔，我说，声音很平静，我需要您帮我做几件事。你说。第一，帮我验伤，现在就去医院。第二，帮我调取今晚会展中心的所有监控录像，从晚宴开场到现在的，一分不落。第三，我顿了顿，目光落在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上，帮我联系王律师，明天一早我要起诉陆景琛。罪名包括但不限于婚内出轨、婚内转移共同财产、故意伤害。赵振国沉默了3秒，然后他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一种老江湖特有的了然和欣赏。丫头，你想清楚了？从来没那么清楚过。好，他说，医院那边我帮你联系，监控录像我今晚就让人去取。王律师那边我直接打电话，他欠我一个人情，这个案子他一定会接。但是渊渊，我得提醒你一句，你一旦起诉，就意味着和陆家彻底撕破脸了，没有回头路了。赵叔，我轻轻笑了一下，他把我从宴会厅里拖出去，推倒在湖边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挂了电话，我又打给了我爸。瑞士那边是下午，阳光正好。电话接通后，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我爸就先开了口，网上的新闻我看到了。他的声音很沉，但我知道，那是一种山雨欲来的平静。爸，我说，鼻子忽然有点酸，但我忍住了，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说。把当年您给陆景琛签的那份股权代持协议扫描件发给我，还有沈家注入陆氏的所有资金流水、转账记录、合同文件，全部发给我。好，他干脆利落地答应了，然后问，渊渊，你打算怎么办？我要让他知道，
他不是娶了个花瓶，他是娶了一座火山，他要为他做过的事付出代价。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以为我爸会劝我冷静，但他没有，他只说了一句话：陆氏现在的资金结构，1/3是沈家的钱，1/3的客户资源是沈家牵的线，没有沈家，陆氏撑不过3个月。你去吧，爸支持你。顿了顿，他又补充了一句：还有，离婚之后，你要是想恋爱就恋爱，想单身就单身，爸永远给你兜底。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心里，用力到指节发白。车窗外，沈氏中心的轮廓已经出现在视野里，42层的玻璃幕墙在夜色中反射着冷冽的光芒，楼顶的沈氏2个大字亮着红色的灯光，像是黑夜里的一座灯塔。我的祖父白手起家打下这片基业，我爸花了半辈子把它做大做强，现在轮到我来守护它，也用它来保护我自己。沈总，到了。张姐把车停在大楼门口，我裹紧身上的毯子，赤着脚踩在沈氏中心门口的台阶上。大理石台阶冰凉刺骨，但我每一步都走得很稳。门口的保安看到我这副模样，吓了一跳，赶紧跑过来想扶我，被我摆手拒绝了。我走进大堂，前台值班的小姑娘看到我也愣住了，嘴巴张了张，大概想问沈总您怎么了，但看到我的眼神后又把话咽了回去。今晚任何人找我都说我不在。我丢下这句话，径直走向了电梯。电梯无声的上升，镜子般的电梯壁映出我此刻的模样，发髻散乱，妆容花了，暗红色的丝绒长裙皱巴巴的贴在身上，左脚脚踝肿得像馒头，手臂上几道血痕已经结了痂，看起来狼狈极了，但我眼神里的光是冷的，是硬的，是刀锋上才会有的那种光芒。电梯停在42楼，门打开，我赤着脚走进了那间属于我的办公室。偌大的空间里只亮着几盏应急灯，落地窗外是整个江城的夜景，万家灯火在脚下蔓延开来，璀璨的像一片倒扣的星河。我在这座城市最核心的位置，俯瞰着它，而它也在沉默地注视着我。我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打开了那台不联网的电脑，屏幕亮起来，桌面上只有一个文件夹，名字叫中局。点开文件夹，里面是我花了2个月整理的全部资料，陆景琛和苏念的出轨证据，包括照片、视频、聊天记录、酒店入住登记，足足300多个句。苏念的背景调查报告，包括他真实的学历、感情史和财务状况。最关键的是沈家向陆氏注入资金的完整记录，以及那份我爸当年和陆景琛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协议的核心条款很简单，陆景琛目前持有陆氏集团 51% 的股份，但其中 25% 的资金来源于沈家，这 25% 的实际权益归沈渊所有。如果婚姻关系终止，沈渊有权收回这部分股权。换句话说，陆景琛以为自己是陆氏的绝对控股股东，但实际上他名下的股权有将近一半是我的。这份协议是陆景琛当年亲手签的，他以为那只是一份形式上的文件，是为了给我爸一个交代，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真的会被拿出来执行。他以为我沈渊会在婚姻里安分守己的做一个温柔的妻子，永远都不会动用这张底牌。但他不了解沈家的女人。我妈当年陪我爸创业的时候，怀着我7个月，还在工地上和包工头对账，大雪天摔了一跤，差点流产，爬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血，继续干活。沈家的女人骨子里流的不是血，是铁。今天她要为她所有的轻慢付出代价。我打开邮箱，看到赵振国已经把监控录像发过来了。视频是从会展中心的安保系统中调取的，高清无死角，完整记录了从晚宴开始到我被陆景琛拖出宴会厅，推倒在湖边的全过程。赵振国甚至还特意截取了一段湖边的特写镜头，画面里陆景琛的手掐着我的下巴，面目狰狞地说着什么，然后苏念走过来，朝我吐了一口口水，陆景琛站在一旁无动于衷。
每一帧都是铁证。就在这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串加密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行字：需要帮忙吗？我皱眉盯着那串号码看了几秒，这是私人手机号，能拿到这个号码的人不超过20个，每一个都是沈家最核心的圈内人。但这串号码我没有存过，也不认识。我试着回拨，对方挂断了。几秒后，又一条短信发过来：明天你会知道的。我放下手机，没有再去纠结这个神秘的发信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今晚的计划执行下去。凌晨3点之前，我要让陆景琛的完美形象碎得比会展中心地上的香槟杯还要彻底。我拿起办公室的座机，拨通了张姐的号码。张姐，开始吧。凌晨12点半，当整个江城的夜生活渐入高潮的时候，一条爆炸性的消息悄然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某知名营销号发布了一条微博，只有一句话和3张配图：今晚某慈善晚宴的瓜，不只是原配打小三那么简单。井号陆氏总裁出轨，井号沈渊被家暴，井号。配图第一张是我被陆景琛拖出宴会厅的高清照片，画面中我的表情痛苦，他的面容狰狞。第二张是湖边的监控截图，陆景琛掐着我的下巴，面目凶狠。第三张最致命，苏念朝我吐口水的瞬间，角度清晰，画面确凿。3分钟之内，这条微博的转发量突破1万，评论区直接炸了。卧槽，这是陆景琛，平时人模狗样的，私底下这么狠。吐口水，这是什么素质啊？小三还这么嚣张。等等，沈渊被拖出去，那之前那个打小三的视频是怎么回事？我朋友在现场说，全程是陆景琛把小三带到晚宴上，让闺蜜去刺激沈渊，沈渊忍不住才打的。然后陆景琛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沈渊拖出去，还威胁他说要让他死在湖里。楼上说的是真的吗？这也太恐怖了吧！舆论的雪崩需要一个滚动的起点，我给了他这个起点，剩下的事情交给网民的好奇心和正义感。紧接着，第二个炸弹落了下来。一个名为正义吃瓜人的新账号发布了长达15分钟的完整视频，正是我从进入宴会厅到被拖出去的全过程。视频经过了简单的剪辑，但保留了所有关键节点。林月挑衅我，苏念跪地哭诉，我长乖苏念，陆景琛拖我出去，湖边苏念吐口水。从头到尾清清楚楚，没有断章取义，没有恶意剪辑。这一次舆论彻底翻盘了。我收回之前骂沈渊的话，对不起沈渊姐，是我眼瞎。这苏念也太能演了吧，先让闺蜜去刺激原配，然后自己跑去装可怜，这是什么绿茶教科书？陆景琛真的不是人，为了小三当众拖自己老婆，还威胁要杀人，这种人怎么当上总裁的？建议严查陆氏集团，这种品德的人管理的企业能干净到哪去？平安江城，这种威胁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不算违法吗？张姐在电话里实时向我汇报舆论战况，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压制不住的兴奋，像一个将军在汇报节节胜利的战况。沈总，陆景琛家暴，苏念小三，沈渊反击3个话题全部进了热搜前10。陆氏集团的官微评论区已经被攻陷了，全是骂的。已经有3个品牌方打电话过来问情况，说要暂停和陆氏的合作。很好，我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继续保持节奏，每隔半小时放一个新料。接下来放酒店入住记录。明白。凌晨1点，第3波猛料上线。张姐通过营销号发布了陆景琛和苏念近半年的酒店入住记录，83次，涉及5个城市7家酒店。其中有一条信息格外引人注目，某次入住登记显示，陆景琛使用的是陆氏集团的公账报销。如果说出轨是私德问题，那挪用公款开房就是经济问题了。这条信息一出，
不仅是吃瓜群众沸腾了，连财经媒体也开始跟进报道。一家名为第一财经周刊的媒体连夜发了篇评论文章，标题是陆氏集团总裁私德崩塌，公司治理是否也存在漏洞。文章里有一段话写得特别尖锐，如果一位企业掌门人可以长期利用公司资源满足个人私欲，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家企业的内部管控已经形同虚设。陆氏集团的股东们，是时候问一句，你们投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这一刀捅在了陆氏最脆弱的地方。陆氏集团是上市公司，股价和股东信心是它的命根子。一旦股东开始质疑管理层，股价必然会震荡。而股价一旦震荡，那些原本就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围上来。商场如战场，陆景琛在战场上捅了我一刀，就别怪我在他的后方放火。凌晨2点，我正在办公室里喝着第3杯咖啡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屏幕上来电显示的名字让我的动作顿了一下，是陆景琛。他终于坐不住了。我盯着屏幕上那3个字看了整整10秒，然后接通了电话，按下了免提。沈渊。他的声音从听筒里炸出来，带着一种失控的暴怒和难以掩饰的慌乱，和他平时温文尔雅的形象判若两人。背景音很嘈杂，有人在说话，有电话在响，显然陆氏集团的公关团队已经忙成了一锅粥。我甚至能隐约听到苏念在旁边的哭声，哭得又尖又细，听起来像是装不下去了。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几乎是吼出来的，你疯了吗？你找人发那些东西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把陆氏搞垮？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那些爆料，公司的股价跌了多少？我打断他，语气平静的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他似乎被我的平静激怒了，声音又拔高了一个调门，你还有脸问？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想要钱？要多少？你开个价。钱。我轻笑了一声，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苦涩的液体划过喉咙，带来一丝难得的暖意。陆景琛，你好像忘了一件事，陆氏的钱有一半是我沈家的，你拿我的钱来打发我，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傻？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我把咖啡杯放下，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节奏平稳，像一座精确的钟。3年前你跪在我爸面前签的那份协议，你还记得吗？电话那头沉默了，沉默得很长很长。我能想象他此刻的表情，一定是从暴怒变成了震惊，又从震惊变成了恐惧。他想起来了，想起那份他以为永远不会被拿出来执行的股权代持协议，想起那个跪在沈怀远面前的下午，想起他曾发过的那些誓言。那份协议，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干涩，像砂纸摩擦木头。沈渊，那份协议只是形式。形式？我笑了一声，笑声里带着不加掩饰的讽刺。白纸黑字，律师见证，公证处公证，你说他是形式？陆景琛，你是不是觉得沈家的人都是傻子？你觉得我爸会拿沈家1半的身家开玩笑？你觉得那份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你要不要我让赵振国把原件送到你办公室，你亲自看看上面你的签名和手印？电话那头再次陷入沉默，这一次沉默中带着一种东西，恐惧。我几乎能闻到他身上的恐惧气息，顺着无线电波从城市的另一端传过来。他慌了，真的慌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在他眼里温柔乖巧、逆来顺受的妻子，手里竟然握着这么一张能要他命的底牌。沈渊，他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忽然软了下来，带着一种虚伪的、刻意的温柔，我们好好谈谈，行不行？我知道今晚的事是我做的不对，我太冲动了，但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坐下来谈，没必要闹成这样。你想想，陆氏要是真的垮了，对你也没有好处，对不对？对我没有好处。我把玩着办公桌上的一支钢笔，笔帽在指尖缓缓转动。陆景琛，
你是不是忘了，我是沈家的独女，沈氏集团100%是我爸的，将来100%是我的。陆氏垮了，我回沈家就是了。但是你陆景琛没有陆氏，你还有什么？这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捅进了他的软肋。陆景琛是草根出身，白手起家创立了陆氏，但他的白手里沾满了沈家的泥土。在遇到我之前，他的公司不过是江城无数中小型企业中的一个，年营收勉强过1000万，在真正的巨头面前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是沈家的资金和资源，让他在3年内迅速膨胀成了现在的规模。他所有的光环、地位、人脉都是沈家给的，一旦沈家把这些东西抽走，他就会被打回原形。他比谁都清楚这一点。沈渊，他的声音彻底软了下来，甚至带上了一丝恳求，不要这样，我们毕竟夫妻一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回来，我们当面谈，好不好？我可以向你道歉，向所有人道歉。我跟苏念断了，我给他一笔钱让他走，我们重新开始，行吗？重新开始？我几乎要笑出声来。陆景琛，你把我从宴会厅里拖出去的时候，怎么没想过重新开始？你掐着我的下巴威胁要把我沉湖的时候，怎么没想过重新开始？你站在旁边看着苏念朝我吐口水的时候，怎么没想过重新开始？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打断他，你只有2条路可以选。第一，明天上午10点来沈氏中心找我，带上你的律师，我们谈离婚条件。第二，你可以不来，但你要想清楚，如果明天上午10点我没有见到你，那么后天那份股权代持协议就会被提交到法院，同时附带的还有你婚内出轨的全部证据，你转移婚内财产的流水清单，以及你对我故意伤害的验伤报告。陆景琛，到时候你的下场是什么？你自己想。电话那头传来了他沉重的呼吸声，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我几乎能想象他此刻的样子，双手发抖，额头上青筋暴起，西装革履之下是一具快要被恐惧和愤怒撑破的躯壳。我甚至隐约听到了苏念在旁边小声啜泣的声音，大概他终于意识到事情的发展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沉默了很久之后，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的像被砂纸打磨过，你一定要做的这么绝吗？绝。我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落地窗外的夜景上，42层的高度足够把整个江城尽收眼底，万家灯火，车水马龙，这座城市永远不知疲倦地运转着，而我坐在这里，就像坐在云端之上，俯瞰着人间烟火。陆景琛，你觉得我做的绝？那你告诉我，你出轨苏念的时候，你觉得绝不绝？你让她怀孕的时候，你觉得绝不绝？你当着全江城的面把我拖出去的时候，你觉得绝不绝？你掐着我的下巴说要把我沉湖的时候，你觉得绝不绝？我的声音一句比一句冷，一句比一句硬，像一把逐渐出鞘的刀。你对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比你嘴里所谓的绝要绝100倍。我现在做的，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我顿了顿，语气恢复到谈判桌上应有的冷静和不容置疑。明天上午10点，沈氏中心42楼。你可以不来，但我建议你来。对了，在挂断电话之前，我补充了一句，带上苏念。既然他也觉得自己有资格做陆太太的位置，那就让他亲眼看看这个位置到底是怎么没的。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有空调送风的细微声响。我看着窗外江城的夜景，灯光在黑暗中闪烁，远处江面上有一艘游轮缓缓驶过，船上的霓虹灯把江水染成了流动的彩色。这座城市的夜，安静又喧嚣，美丽又残酷。而此刻，陆氏集团的总裁办公室里一定是另一番光景，灯火通明，人仰马翻。陆景琛和苏念焦头烂额地商量着怎么应对明天的局面。让他们焦头烂额去吧，今晚的觉，他们注定是睡不成了。凌晨3点，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显示是瑞士的号码，
是我爸。渊渊，他的声音听起来精神很好，显然一直在关注着国内的进展，网上的东西我都看到了。你做得很好，干净利落，很有你妈当年的风采。爸，我笑了一下，我还没开始呢，这才哪到哪。我知道，他笑了一声，笑声里有种老父亲的骄傲，所以才给你打电话。渊渊，我刚刚和你赵叔通了电话，他又告诉我一些新情况，关于苏念肚子里那个孩子的。我坐直了身体，什么情况？你赵叔动用了一些关系，查了苏念的就医记录，他那张 B 超单是伪造的。我愣了一下，苏念没有怀孕，他那张 B 超单是假的，那他为什么敢理直气壮的在晚宴上哭诉孩子是无辜的？他不怕被拆穿吗？赵叔查了全市所有3甲医院的系统，都没有苏念的就诊和检查记录。那张 B 超单上的医生签名和编号是对应到一个真实的妇产科医生，但那个医生最近3个月都在国外进修，根本没在国内出过诊。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所以苏念根本没有怀孕，她那张 B 超单是伪造的。她之所以敢在晚宴上那么说，是笃定我不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要求她当场验孕，她赌的就是我的面子和体面。没错，我爸说，而且你有没有想过，苏念没有怀孕这个事实，陆景琛知不知道？我猛地睁大了眼睛，这个问题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海中的迷雾。如果陆景琛知道苏念没有怀孕，那他今晚的一切行为，维护苏念，拖我出去，威胁我离婚，说明他根本不在乎苏念有没有孩子，他就是要和我离婚，要娶苏念。但如果他不知道呢？如果苏念告诉他的是假消息呢？那苏念就不仅仅是一个小三了，他是一个骗子，一个用虚假怀孕来绑定陆景琛的骗子。无论是哪种情况，这都是一个绝佳的突破口。爸，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我说，所以我才急着告诉你。他笑了笑，明天你用得上。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脑海里飞速的运转着。苏念没有怀孕这件事，如果被陆景琛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以他多疑的性格，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人欺骗。而苏念用假怀孕来操控他，这件事一旦曝光，苏念在陆景琛心里的位置立刻就会从需要保护的真爱变成心机深沉的骗子。明天的谈判桌上，我要把这个消息当成一颗炸弹，在最关键的时刻引爆。凌晨4点，张姐给我发来了最后一份文件，陆景琛近2年转移婚内财产的完整清单。这份清单是赵正国带着团队熬了2个通宵整理出来的，每一笔都有据可查，每一笔都触目惊心。陆景琛从去年年初开始，通过伪造商业合同、虚增公司支出、设立空壳公司等手段，将大量婚内共同财产转移到了境外账户。这些账户分散在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和香港，总金额高达8000万，其中3000万的最终流向汇入了一个以苏念名义开设的瑞士银行账户。我盯着那份清单看了很久，手指不自觉地收紧，纸张边缘被捏出了褶皱。8000万，他在外面养女人，转移财产的同时，每个月的家用给我报的是20万。我省吃俭用的打理家庭开支，连买条新裙子都要犹豫半天，他倒好，一出手就是3000万给小三。到底谁才是他法律意义上的妻子？我把清单放下，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明天谈判的要点。钢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第一，离婚，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第二，收回沈家持有的25%股权。第三，追回婚内被转移的所有财产。第四，要求陆景琛公开道歉。第五，陆景琛净身出户。写完这5条，我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天快亮了，落地窗外的天际线已经开始泛白，灰蒙蒙的晨光正在慢慢吞噬城市的夜色。远处的江面上，
早班的货船已经开始缓缓移动，汽笛声隐约传来，像是在宣告新的一天即将开始。11月19日，距离那场羞辱性的慈善晚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夜。太阳照常升起，但对某些人来说，今天的太阳将会格外刺眼。早上7点，张姐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我正站在落地窗前喝咖啡。我已经换了一身衣服，一套黑色的西装裙，剪裁利落，线条硬朗，是意大利一个老牌裁缝的手工定制。长发重新盘了起来，一丝不苟，脸上的妆容不浓不淡，恰到好处地遮盖了昨晚的疲惫，突出了眉眼的凌厉。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平底鞋，因为左脚脚踝还在肿着，穿不了高跟鞋，但这反而让我的步伐更加沉稳。最重要的是，我重新戴上了那对珍珠耳坠，我妈留给我的嫁妆，昨晚被陆景琛拖拽的时候掉了一只，是张姐后来派人回会展中心找到的。珍珠的光芒温润而坚定，像我妈在天上看着我的目光。沈总，您一夜没睡。张姐把一叠文件放在桌上，有些心疼地看着我。睡不着，我转过身，放下咖啡杯，楼下情况怎么样？记者已经围了一圈了，张姐说，各大媒体都来了，财经的、娱乐的、综合的，加起来大概有30多家。我已经让保安守住了大门，没有预约，一律不准进。很好，我点了点头。陆景琛那边呢？他的车8点半就到了，一直停在楼下没上来。车里除了他和苏念，还有他的私人律师和陆氏的公关总监。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一夜没睡，脸色都很差。张姐说着，嘴角忍不住弯了一下。公关总监一直在打电话，好像是又有2个品牌方宣布暂停合作了。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8点45分，还有1小时15分钟。让他们等，我在办公桌后坐下，翻开张姐带来的文件，准时10点请他们上来，1分钟都不早。明白。张姐出去之后，我打开了手机，热搜榜上陆景琛家暴、苏念伪造怀孕、沈渊股权代持3个话题已经牢牢占据了前3。我大致扫了一眼评论区，舆论已经完全倒向了我这边，尤其是凌晨5点赵振国放出的苏念bị超单造假的消息，直接把苏念从可怜的小三打成了心机诈骗犯。有一条评论被顶到了最高，点赞数已经突破了10万。苏念，我是孕妇，你们不能骂我。网友，你怀了个假孕。苏念，打扰了。还有一条让我印象深刻的评论是这样写的，不管沈渊和陆景琛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陆景琛当众把老婆拖出宴会厅，掐着脖子威胁要杀人的行为，已经不只是道德问题了，是法律问题。支持沈渊告到底。我把手机放下，目光落在办公桌上的那份股权代持协议复印件上。这份协议是我爸当年用沈家1半的家底换来的，它不仅仅是一份法律文件，更是我爸对我的一份保护。他大概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天，所以才坚持要陆景琛签下这份协议。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陆景琛，你可以娶我女儿，但你永远不能欺负她。眼眶忽然有些发热，我深吸了一口气，把那点酸涩压了回去。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10点钟的谈判才是真正的战场，我不能带着任何软弱的情绪上战场。9点50分，张姐敲门进来，沈总，陆景琛他们上来了。让他们在会议室等着，我头也不抬地说，10点整我过去。是。9点55分，我站起身，最后对着办公室里的镜子整理了一下仪容。镜子里的女人穿着一身利落的黑色西装裙，妆容精致，目光坚定，耳垂上的珍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她看起来从容、冷静、强大，和昨晚那个被拖出宴会厅、赤着脚站在湖边的狼狈女人判若两人。这才是我，沈渊，沈怀远的女儿，沈氏集团的继承人，不是什么陆太太。陆太太只是一个身份，一个别人赋予的标签，一个随时可以被收回的头衔。
而沈渊是刻在骨子里的，谁都夺不走的东西。10点整，我推开了会议室的门。沈氏中心42楼的会议室是我爸当年亲自设计的，整面墙的落地玻璃正对着江城的母亲河，视野开阔，气势磅礴。会议桌是整块非洲黑檀木做的，长6米，光可见人。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我爸的手书，厚德载物。当年陆景琛就是在这幅字下面跪在我爸面前签下了股权代持协议，发誓要一辈子对我好。3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在同一间会议室里见面了，只不过这一次站着的人是我，需要低头的人是他。会议室里，陆景琛坐在长桌的一侧，苏念坐在他旁边，2个人之间隔了半米的距离，看起来不太像真爱该有的亲密。陆景琛的私人律师坐在他另一侧，面前摊着一叠文件，眉头紧锁。公关总监站在角落里，手机贴在耳朵上，声音压得很低，但从他焦灼的表情来看，电话那头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所有人都抬起了头。陆景琛的样子比我想象中更狼狈，他换了一身西装，但衬衫领口有些皱，显然是一夜没换。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下一片青黑，下巴上新冒出来的胡茬还没来得及刮。他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和我记忆中那个永远光鲜亮丽、永远从容不迫的陆总判若两人。苏念的状态更差，他大概是哭了一夜，眼睛肿得像核桃，精致的妆容也掩盖不住满脸的憔悴。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看起来是想走楚楚可怜的路线，但在目前这个舆论环境下，这身打扮只会让人觉得更加虚伪。看到我进来，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闪过一丝本能的怨毒，但很快就被他压了回去，换上了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看来他们终于意识到，今天不是来讨价还价的，是来求饶的。我走到长桌主位上坐下，张姐和赵振国分坐在我两侧。赵振国面前放着一个厚重的文件夹，里面是今天谈判需要用到的全部法律文件。王律师坐在赵振国旁边，这位在江城法律界赫赫有名的婚姻法律师，此刻正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对面的陆景琛和苏念，像是在打量砧板上的鱼肉。我坐下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整整10秒，没有人先开口说话。窗外的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照进来，在黑色的会议桌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尘埃在光束里缓缓浮动，像是一场无声的默剧。陆景琛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发出声音。他看我的眼神很复杂，里面混合着愤怒、不甘、恐惧，还有一丝我无法准确辨认的情绪。也许是悔恨，也许是难以置信，他大概是到此刻都无法接受，那个被他视为花瓶的妻子，竟然真的有能力把他逼到这个地步。9点59分，我开口了，声音平稳而清晰，打破了会议室的寂静。你们很准时，这很好，说明你们也清楚今天这场会议的重要性。沈渊，陆景琛开口了，声音沙哑的像含了一把沙子，我们之间的事情没必要闹成这样。你提条件，我尽量满足你，行吗？尽量满足。我挑了挑眉，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陆景琛，你今天不是来跟我谈条件的，你是来接受条件的。他的脸色变了变，但没有发作。他知道自己现在没有发作的资本。楼下的记者，网上的舆论，暴跌的股价，暂停合作的品牌方，每一样都在提醒他，他是弱势的一方。你到底想要什么？他咬了咬牙，几乎是咬着后槽牙问出这句话。我看了赵振国一眼。赵振国会议，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文件，推到陆景琛面前。这是沈女士提出的离婚协议草案。赵振国的声音和他的为人一样，沉稳、精准，不带感情。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第二，根据双方婚前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
沈女士依法收回陆景琛名下陆氏集团 25% 的实际权益。第三，陆景琛需返还婚内通过非法手段转移的全部共同财产，合计人民币8000万。第四，陆景琛需就其在慈善晚宴上对沈女士实施的暴力行为，在不少于3家全国性媒体上公开道歉。第五，陆景琛净身出户，不得主张任何婚后共同财产的分割。每一条念出来，陆景琛的脸色就白一分。等赵正国念完最后一条，他的脸已经白得像一张纸。他旁边的私人律师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翻开文件快速地浏览了一遍，然后附在陆景琛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从陆景琛的反应来看，他的律师大概是在告诉他，这份协议虽然苛刻，但法理上有依据，要推翻很难。你疯了吗？最先爆发的不是陆景琛，而是苏念。他猛地站起来，手指颤抖地指着我，眼眶里蓄满了泪水，看起来楚楚可怜，语气却尖利得像指甲划过黑板。沈渊，你这是敲诈，是勒索。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让景琛净身出户？我看着他，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苏小姐，我正好也想跟你聊聊。我的语气轻松的像在聊今天中午吃什么，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我从赵正国的文件夹里抽出了那份 B 超单的调查报告，轻轻推到了苏念面前。这份 B 超单是你找人伪造的吧？苏念的脸刷得白了，白得比陆景琛还要彻底。他瞪大了眼睛，嘴唇哆嗦着，目光死死地盯着桌上那份报告，像是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抓紧了裙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你胡说！他的声音尖锐地拔高了，失去了所有的楚楚可怜。你凭什么说我伪造？你懂什么？华东医院的张丽华医生，就是你 B 超单上签名的那个医生。赵正国不紧不慢地开口，语气平淡的像在念天气预报。过去3个月一直在德国进修，机票记录、出入境记录、德国医院的交流证明，我这里全部都有。他在国外待了整整3个月，请问苏小姐，他是怎么穿越回国内给你做 B 超的？苏念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了。他的嘴唇抖得厉害，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滚了下来，但这一次不是装的，是真的被吓的。他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精心伪造的 B 超单会被查得这么彻底。他以为只要把陆景琛哄住了，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但他不知道沈家的法务团队不是吃素的。陆景琛猛地转头看向苏念，眼神里的震惊和愤怒几乎要烧穿他的脸。他一把抓住苏念的手腕，指节因为用力而咔咔作响，声音低沉的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苏念，你没有怀孕，你骗了我。景琛，苏念被他捏得眼泪直掉，声音又变回了那种柔弱的、楚楚可怜的调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我害怕失去你。啪！陆景琛甩开了他的手，力气大的让苏念整个人往旁边趔趄了2步，撞在了会议桌的边缘上。他站起身来，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胸口剧烈的起伏着，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他死死地盯着苏念，目光里再也没有了昨晚的温柔和袒护，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赤裸裸的愤怒和厌恶。这一瞬间，他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他爱的不是苏念，至少不是苏念这个人。他爱的是苏念肚子里的孩子，或者说，爱的是那个能给他传宗接代的工具。一旦这个工具被证明是假的，他的真爱立刻就变成了骗子。你拿假怀孕来骗我？陆景琛的声音颤抖着，不知道是气的还是被自己的愚蠢气的。他为了这个假怀孕的女人，当众羞辱了自己的妻子，得罪了沈家，毁了陆氏的名声，现在股价暴跌，品牌解约，全网声讨，而这一切的源头，苏念的肚子竟然是假的。景琛，你听我解释。苏念哭的妆都花了，黑色的眼线顺着眼泪流下来，在脸上留下2道触目惊心的痕迹。我可以解释的，我真的可以解释。
滚！陆景琛朝他吼了一声，声音大得连会议室的玻璃都震了一震。他转身面向我，眼眶通红，下颌肌肉紧绷，嘴唇抿成了一条惨白的线。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让自己重新坐回椅子上。沈渊，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完全没有了昨晚的嚣张和暴怒，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离婚协议我签。苏念听到这话，像是被抽掉了全身的骨头，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嘴里还在喃喃地重复着景琛，你不能这样。但陆景琛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我却摇了摇头。先别急着签，我话还没说完。那份协议是今天早上的版本。陆景琛猛地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现在的版本加了一条。我从赵振国手里接过第二份文件，轻轻放在桌上，指尖在纸面上缓缓划过，停在新增条款的位置。苏念需对伪造医疗文书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我将以诈骗罪的名义对他提起刑事诉讼。苏念猛地抬起头，瞳孔骤缩，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他的嘴唇翕动着，像是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一串破碎的气音。沈渊，他的声音终于从喉咙里挤了出来，尖锐的像指甲划过玻璃，你不能这样。我没有诈骗，我没有。你有没有诈骗，不是你说了算的，是法律说了算的。我看着他，目光平静而冰冷。你用一张假的 B 超单欺骗陆景琛和你建立所谓的恋爱关系，并从中获取了价值不菲的经济利益。瑞士银行账户里那3000万，你是自己交代，还是我帮你说？苏念整个人僵住了。提到那3000万的时候，他眼神里的最后一点挣扎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他终于意识到，我不仅仅知道她假怀孕的事，我还知道她拿了陆景琛3000万。他大概一直以为那笔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是藏在瑞士银行里谁都查不到的。但他不知道，沈家的法务团队在国际金融调查方面的能力，远比他想象的要强大得多。3000万。陆景琛缓缓转过头，看着苏念，声音轻得有些诡异。我给你打了3000万，你告诉我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孩子是假的，那3000万呢？苏念张了张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的嘴唇翕动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变成了一个死灰色。他看起来像一条被拍上岸的鱼，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陆景琛看着他这副模样，忽然笑了。那笑声不大，却让人毛骨悚然，笑声里带着一种自嘲的、绝望的、近乎癫狂的味道。他笑了好几声，然后一巴掌拍在会议桌上，震得所有人的水杯都跳了一下。我陆景琛为了你这样一个女人，毁了婚姻，毁了名声，毁了公司。他的声音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的挤出来，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咬碎了再吐出来。我真他妈是个傻子。景琛，苏念的眼泪又掉下来了，这一次是真的害怕了，整个人抖得像筛糠。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我只是太爱你了。闭嘴！陆景琛朝他吼了一声，然后转向我，深吸一口气，把所有的情绪都压了下去。他的眼眶红得像要滴血，但语气恢复了商人的冷静和理智，甚至带着一丝刻意的、讨好的温和。沈渊，协议拿来，我签。我看了赵振国一眼。赵振国从文件夹里抽出那份全新的离婚协议，推到了陆景琛面前。陆景琛接过协议，翻都没翻，拿起笔就要签字。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忽然被敲响了，所有人都顿了一下。张姐快步走过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看上去50岁左右，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气质儒雅而沉稳。他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目光越过张姐的肩膀，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身上。沈小姐，她的声音平稳而礼貌，我受沈怀远先生之托，前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希望没有来晚。
陆景琛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认识这个人，整个江城商界没有人不认识他。何明远，江城排名前3的并购律师，专做恶意收购和股权争夺，在商界有个外号叫白衣骑士终结者。他的成名之战是5年前帮助一家中型企业用28天时间恶意收购了行业龙头的控股权，一战封神。请他出山的费用是按小时计算的，起步价5位数。而更重要的是，何明远上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3年前，代表沈家与陆景琛签署了那份股权代持协议，他是那份协议的见证律师之一。何律师，我站起来朝他点了点头，请坐。何明远走进会议室，在赵振国旁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他打开公文包，不紧不慢地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陆景琛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份文件，额头上的汗珠肉眼可见地渗了出来。这份文件，何明远推了推金丝眼镜，声音温和而平静，像是在课堂上讲课，是陆氏集团最近3个月的资金流向分析报告。根据我们的调查，陆景琛先生在过去3个月内，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关联交易，将陆氏集团约 40% 的流动资金转移到了境外。这笔资金的规模大约在3个亿左右。3个亿。会议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连苏念都停止了哭泣，瞪大了眼睛看着陆景琛。他大概也不知道，陆景琛在给他打3000万的同时，自己偷偷转移了3个亿。陆先生，何明远的声音依然温和，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割在陆景琛最脆弱的地方。我善意地提醒您，根据公司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便利转移公司资金，如果数额特别巨大，是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而3个亿这个数额，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法院都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陆景琛的身体晃了晃，他伸手扶住会议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棵被狂风摇撼的树，随时都可能倒下。他最大的底气，除了 25% 的股权，就是这3个亿的境外存款。他以为这些钱藏得足够深，藏得足够隐蔽，足以让他即使失去了陆氏的控制权，也能在海外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现在，何明远连这笔钱的流向都查清楚了，他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了。你们到底想怎么样？陆景琛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们不想怎么样，何明远微笑着说，我们只是希望陆先生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问题。沈女士提出的离婚条件，在当前的情况下，已经是非常宽厚的了。您觉得呢？宽厚。何明远说这个词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任何讽刺，但所有人都听出了这个词背后的含义。你犯了这么多事，我们只要钱不要命，已经是给你留了天大的情面了。你要是再不识趣，那3个亿的转移记录，明天就会出现在经侦大队的办公桌上。陆景琛显然也听懂了这句话，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睁开，拿起笔，翻到协议的最后一页，飞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手腕抖得厉害，陆景琛3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和他平时在商业合同上签的那个漂亮的签名判若两人。签完之后，他把笔往桌上一扔，靠在椅背上，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魂魄。他的目光空洞地望着天花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失去了生命的蜡像。苏念看着他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身体一软，从椅子上滑了下去，瘫坐在地毯上。他终于明白，他的陆太太梦在这一刻彻底碎了，碎得比会展中心地上的香槟杯还要彻底，碎得连渣都不剩。他为了这个梦演了1年的戏，装乖巧，装怀孕，装可怜，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出荒诞的闹剧。到头来，气散了，他什么都没得到，反而背上了一身的骂名和一场即将到来的官司。张姐带着保安走进来，一左一右的把瘫在地上的苏念架了出去。
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的怨毒像是淬了毒液的针尖。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发出了一声破碎的呜咽。我看着他被拖出去的背影，心里没有痛快，也没有怜悯，只有一种淡淡的释然。这个女人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棋子，她以为自己是猎人，到头来也不过是猎物。真正把陆景琛推下深渊的不是他，是陆景琛自己的贪婪和愚蠢，他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已。会议桌对面，陆景琛依然靠在椅背上，目光空洞，一动不动。阳光从落地窗外照进来，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看起来像是一夜之间老了10岁。身上的定制西装依然笔挺，但穿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采，反而像一个空荡荡的壳子。赵振国把签好字的协议收好，仔细检查了一遍签名和手印，然后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看，签名的位置字迹潦草，墨水还没完全干透，在阳光下泛着湿润的光。走吧。陆景琛忽然开口了，声音沙哑的像个破风箱，飘忽而疲惫。他站起身来，身体晃了一下，扶住了椅背，才勉强站稳。他的律师赶紧过去搀住他，公关总监也快步走过来，在他耳边低声汇报着什么，大概是关于最新的股价数据。我没有拦他。他走到门口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只是微微侧过头，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愤怒，有不甘，有悔恨，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疲惫。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他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传来渐行渐远的脚步声，然后电梯门打开又关上，最后归于寂静。会议室里只剩下我、赵振国、何明远和王律师。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照亮了黑檀木桌面上那份签好的协议，也照亮了墙上我爸写的那幅厚德载物。我坐在椅子上，手指轻轻摩挲着耳垂上的珍珠耳坠，目光落在窗外奔流不息的江面上。阳光洒在江水上，碎成无数金色的光点，像是一面被打碎的镜子。结束了。3年的婚姻在一夜之间画上了句号。3年前的那场盛大婚礼，10里红妆，满城烟花，他说我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如今想来，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而我在那场表演里心甘情愿地当了3年的傻瓜。但没关系，傻瓜醒了就不会再被人骗第2次。沈总，赵振国把文件整理好，轻声叫我，接下来的事情是等陆景琛的公开道歉，还是直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我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语气恢复了惯常的冷静。等他道歉不现实，直接起诉。家暴的证据和验伤报告都准备好，不要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明白。另外，我看向何明远和律师，陆景琛转移到境外的那3个亿能追回来吗？何明远推了推眼镜，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那笑容看起来温和无害，但见过他在法庭上表现的人都知道，这个笑容意味着他已经在心里把对手的退路全部封死了。沈小姐放心，他说，我在开曼群岛和香港都有合作律所，冻结令明天就能下来。这笔钱1分都跑不掉。陆景琛以为把钱转出去就安全了，他大概不知道国际反洗钱调查的手段这2年已经进步了多少。辛苦您了。分内之事，何明远站起身，收拾好公文包。沈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他的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这个做叔叔的总不能袖手旁观。说实话，这件事我等了3年，终于等到了。赵振国和王律师也站起身，陆续离开了会议室。张姐在门口等着，手里拿着我的外套和手机。我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会议室，黑檀木的会议桌，墙上的厚德载物，窗外奔流不息的江水。3年前，陆景琛就是在这里跪下签了协议，发誓一辈子对我好。3年后，
他还是在同一间会议室里签下了另一份协议，结束了他亲手毁掉的婚姻。历史总是以某种讽刺的方式完成轮回。我拿起手包，站起身来，左脚脚踝还在隐隐作痛，但我走路的姿态已经比昨晚稳了很多。高跟鞋虽然穿不了，但平底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依然清脆而坚定。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幅我爸写的字，厚德载物。爸，我没给你丢脸。审视中心1楼大堂里，张姐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记者们被挡在玻璃门外，长枪短炮对着门口，闪光灯此起彼伏。我走出电梯的时候，看到门外黑压压的人群和闪烁的灯光，深吸了一口气。沈总，您要是不想面对媒体，我们可以从地下车库走。张姐低声说。不用，我理了理西装裙的衣领，将散落在额前的一缕碎发别到耳后，该面对的总要面对。玻璃门打开的一瞬间，闪光灯几乎亮瞎了眼睛，记者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话筒几乎要戳到我脸上。保安们手拉手组成了一道人墙，勉强挡住了汹涌的人潮。沈小姐，请问陆景琛是不是已经签了离婚协议？沈小姐，您会起诉陆景琛家暴吗？沈小姐，苏念甲怀孕的事情是真的吗？沈小姐，陆氏集团股价暴跌，您会接手陆氏吗？无数个问题像雨点一样砸过来，嘈杂的人声混成一片，几乎分辨不出每一句话。我站在台阶上，面对着密密麻麻的镜头和话筒，脊背挺得笔直，下巴微微抬起。各位，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让前排的记者们瞬间安静下来。感谢大家的关注。关于我和陆景琛先生的事情，我只说3点。全场安静了，所有镜头都对准了我，所有话筒都伸到了我面前。第一，陆景琛先生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我和他的婚姻关系从今天起正式结束。我看着镜头，目光平静而坚定。第二，苏念女士伪造 B 超单，假称怀孕的行为，我已委托律师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续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我顿了顿，看着面前黑压压的人群和闪烁的灯光，忽然觉得有些恍惚。昨晚这个时候，我还在湖边的冷风里赤着脚站着，浑身湿透，满身狼狈。而此刻，我站在审视中心门口的台阶上，面对着全世界的目光，说出了这3年来最想说的话。第三，我的声音微微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坦荡和坚定。我想对所有正在经历或曾经经历过婚姻背叛的女性说一句话。闪光灯疯狂地闪烁着，照亮了我耳垂上那对温润的珍珠。被欺负了，不要忍；被背叛了，不要怕。你不比任何人低一等，你的尊严不需要任何人来施舍。如果有人践踏你的底线，你要做的不是哭泣，不是妥协，而是站起来，让他们付出代价。因为能为你讨回公道的，从来只有你自己。说完这句话，我转过身，走进了审视中心的大门。身后，闪光灯依然在疯狂闪烁，记者们的提问声依然此起彼伏，但我没有再回头。阳光从大堂的玻璃穹顶上倾泻下来，照亮了大理石地面上那道长长的影子。我踩着那道影子，一步一步走向电梯，每一步都走得稳而坚定。路过前台的时候，值班的小姑娘站了起来，眼眶红红的，大概是在手机上看到了新闻。她犹豫了一下，然后鼓起勇气说了一句：“沈总，加油。”我停下脚步，看了她一眼，微微笑了笑。谢谢。电梯门打开，我走了进去。金属门在我身后缓缓合拢，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喧嚣。电梯无声的上升，镜子般的电梯壁映出我的身影，黑色的西装裙，精致的盘发，温润的珍珠耳坠，还有眼角眉梢那一抹3年来从未有过的真正的轻松。我不是陆太太了，我只是沈渊。而沈渊的人生从这一刻起才刚刚开始。
电梯的数字一格一格跳动着，向42楼攀升。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弹出了几条新消息。第一条是我爸发来的，闺女，干得漂亮。瑞士这边下雪了，等你忙完了过来住几天，你妈说想你了。第二条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加密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干得漂亮。下次见面，也许可以正式认识一下。落款只有一个字母 J。我盯着那个 J 看了几秒，莫名想起昨晚在湖边那个一闪而过的黑影，那个躲在树后窥视我的穿黑色西装的身影，还有半夜发来的那2条加密短信。是同一个人吗？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帮我？但这些问题眼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赢了。我用1个晚上翻了一盘忍了3年的棋局，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陆氏的股权交割，对转移资产的追回，对苏念的刑事追诉，以及我即将接手的沈氏集团的管理工作。但与陆景琛的婚姻终于彻底的画上了句号。电梯门打开的瞬间，我迈步走了出去。落地窗外，江城的天空一片湛蓝，阳光灿烂的有些刺眼。11月的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初冬特有的清爽和凛冽，也带着一种崭新的自由的气息。这一天，江城的太阳照常升起，只是有些人再也回不到昨天了。